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夜幕渐渐降临，乌日的街道沉寂而空旷，偶尔有几辆车驶过，车灯映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一道道模糊的光芒。在这座城市的边缘，隐藏着一座被遗弃已久的古老建筑——台中乌日鬼屋。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阿杰和小慧站在鬼屋的门前，盯着那座摇摇欲坠的房子。墙壁的灰色外皮早已风化，像是一张经历了岁月折磨的老脸，透露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默和压迫。四周树木枯萎，几片干枯的树叶随风飘落，像是无声的低语。空气中有一种难闻的霉味和潮湿的气息，仿佛这里已经被岁月遗弃，沉睡了太久。真的是这个地方吗？小慧低声问，声音里带着一丝犹疑。就是这里。阿杰看了一眼手中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鬼屋的照片，那是他们在网上找到的唯一线索。你看，网上不是说这里有很多灵异事件吗？很多人都提到这里晚上常常有奇怪的声音，甚至有鬼影出没。我们就来看看，验证一下。小慧不太确定地咬了咬嘴唇，心中充满了不安。可是为什么这座房子看起来这么荒废？为什么没有人敢住进去？阿杰笑了笑，拍了拍小慧的肩膀，别怕，咱们就当是来体验一下，哪里有什么鬼，都是吓唬人的。两人推开大门，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仿佛在警告他们，门后的世界并不欢迎任何人。屋内的光线微弱，只有外面稀薄的月光透过破旧的窗户洒进来，映照在灰尘飞舞的空气中。房子的陈设早已被遗弃，屋内布满了废弃的家具和破碎的瓷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久未通风的霉味，令人窒息。你看，这就像是从历史的深处遗留下来的。阿杰轻声说，伸手拨开一块厚重的尘土，露出一张年久失修的木桌。木桌上堆满了枯黄的纸张和发黄的书籍，桌角的木板已开始松动。好脏！小慧皱了皱眉，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她用手遮住嘴巴，眼神游移不定地扫视着四周。随着他的目光转动，突然感觉到一股寒气袭来，仿佛从楼上的某个地方传来。阿杰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女友的异样，只是继续往屋内走去。我们先去看看楼上，应该更有意思。他们走到楼梯前，木质的楼梯在黑暗中隐约可见，楼梯的扶手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裂开的木纹中显露出灰黑的木屑，每踏出一步，楼梯就会发出低沉的咯吱声，像是有人在暗中注视他们的动作。小慧紧跟在阿杰后面，心跳逐渐加速，周围的阴影让她感到一股莫名的压迫。她注意到楼梯旁墙上的一面破镜子，镜子中倒映出的自己显得有些扭曲，仿佛不属于这个空间。她赶紧转开视线，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楼上是一条狭长的走廊，两侧的房门紧闭，散发着一股闷热的气味。阿杰推开了一扇门，房间里一片昏暗，只有桌上的一盏油灯依稀亮着，发出微弱的光。墙上的纸张已经剥落，露出斑驳的墙面，角落里堆积着破旧的家具，甚至有些已经腐烂。突然，阿杰的目光定格在了一个角落，他的眼神不由自主地停留了片刻。你看，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他走了过去，小慧赶紧跟上，但他的脚步变得沉重，每一步都让他的心跳加速。突然，他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背后袭来，他的呼吸变得急促，眼前的景象开始有些模糊。阿杰，他的声音变得颤抖，你听到什么了吗？阿杰依然没回头，他低声自言自语，这里好像是个书房，看看这些书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小慧的心跳越来越快，突然她听到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仿佛是从楼下传来的，紧接着又是几声轻微的叹息。她的眼睛瞪得更大，转头看向阿杰，却发现他正站在角落里，背对着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阿杰，阿杰，他大声叫道，但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似乎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吞噬。阿杰终于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一丝疑惑，怎么了？你看见什么了吗？小慧没有回答，眼神却紧紧锁定在房间的角落。
那个阴影似乎在微微移动，仿佛有一个人影正在注视着他们。然而当他眨眼再次看向那个角落时，什么也没有，那一切仿佛只是一个幻觉。没事，我们继续。阿杰看着他，微笑道，这里的空气有点沉闷，赶快看看能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但小慧的内心却无法平静，她不敢再去看那个角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开始产生幻觉。随着她的每一步，房子的阴影似乎越发笼罩了她，而阿杰则沉浸在探索的兴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座鬼屋正在悄然改变他们的命运。屋内的空气越来越沉重，似乎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压迫感。阿杰和小慧站在房间中央，四周寂静无声，只有他们的呼吸和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房屋中。突然，小慧猛地转过身，眼神有些慌乱。你听见了什么吗？她低声问，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安。阿杰皱了皱眉，停下了动作。听不见什么啊？怎么了？他回头看了看四周。你是不是累了？小慧摇了摇头，目光仍然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游移。空气中的寒冷让他浑身不自在，特别是那股令人窒息的潮湿感一直在逼近他的神经。就在这时，突然从楼下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起初很微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仿佛有人正在缓缓走上楼梯。小慧不由得握紧了自己的手，心脏跳得更快了。你听见了吗？她低声问道，眼睛紧紧盯着楼梯的方向。阿杰看向楼梯，脸上依然带着一丝不以为然的笑容。应该是风吹动了木门吧。他摇了摇头，显然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小慧的心情却更加沉重了，她突然感觉到自己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包围，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往门口退去。她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她的眼角总是不自觉地瞥向那逐渐变得阴暗的楼梯。阿杰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又走向了屋内的另一扇门，轻轻推开门，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屋里昏暗的光线几乎让他看不清任何东西。阿杰打算打开灯，但却发现灯泡早已坏掉。这座房子真的有点古怪，他咕哝道。不过正是这些古老的东西才有趣，不是吗？他没有注意到背后悄然改变的气氛。小慧站在门口，抬头望向楼梯的尽头，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仿佛在楼梯的阴影里隐藏着什么东西。她心跳加速，忽然听到一声低沉的叹息，好像有人从上面轻轻呼吸，微弱却清晰可闻。她急忙回过头看着阿杰，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自己听到的声音。阿杰依然没有察觉到他的不安，正在仔细检查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阿杰，他低声叫道，但语气却因为心中的恐惧而有些颤抖。阿杰转过身来，眼里闪过一丝好奇。怎么了？小慧指了指楼梯方向，轻声说道。我听到了有人的声音。阿杰微微一愣，随即笑了笑。你是不是太累了？幻听了，这房子空荡荡的，根本没什么人。他朝他走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带着轻松的调侃。别太紧张，咱们都只是来看看，不会有什么事的。然而小慧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心中的那股不安感越发强烈。她开始变得不敢回头看那个楼梯，只感觉楼梯上似乎藏着某种无形的压力，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阿杰没有理会她的警告，依旧走到楼梯前，站在台阶上，低头看了看那条漆黑的走廊。来吧，跟我一起来看看楼上有什么。小慧看着阿杰渐渐消失在楼梯的阴影中，心中充满了恐惧。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该再继续向上走，某种直觉告诉她，这个地方越走越深，越陷入其中，就越可能无法回头。就在她的心跳几乎要从胸膛跳出来的那一刻，突然她的眼睛猛然瞪大，楼梯的顶端，空荡的走廊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这个人影站得笔直，背对着他，身形若隐若现，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那个人的头微微低垂，仿佛正在凝视着楼下。小慧的心跳如雷般剧烈，她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整个人僵在原地，无法动弹。她大脑一片空白，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这不过是错觉，
房间的阴影在作祟，根本没有人影。阿杰他终于喊了出来，声音颤抖。阿杰听见他的叫声，转过身来，目光扫过楼梯，却什么也没看到。你怎么了？他皱了皱眉，有什么不对劲的吗？小慧的目光依然停留在那个角落，但他几乎能确信，那个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他的心中弥漫着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不再可信。他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摇了摇头，没什么，只是觉得有点冷。然而阿杰的笑容开始消失，他突然感觉到周围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那种奇异的凉意开始蔓延到四周。忽然楼下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声响，像是什么重物掉落的声音。阿杰皱起眉头，看了看小慧，眼里闪过一丝不解。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他问。小慧点了点头，心中开始产生一种无力的焦虑。不管它，可能是风吹的东西掉下来。阿杰打破沉默，尽管他的声音依旧坚定，但眼底的疑虑显然开始滋生。然而小慧心里却越来越确信，他们的探险已经走到了一个不归路的起点。随着夜色愈发深沉，屋内的阴影似乎变得愈发活跃。小慧感到她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空气中的压迫感越来越强，仿佛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正在压迫着她的胸口。她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但脑海中的恐惧情绪就像潮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涌来。阿杰并没有察觉到她的变化，他依旧兴致勃勃地在各个房间里翻找，试图找到一些线索。他走到一间破旧的书房前，推开了已经摇摇欲坠的门。屋内的光线异常昏暗，屋顶破损，地面上满是尘土和碎玻璃。小慧跟着阿杰走进书房，但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窗外那条阴暗的走廊。他无法摆脱那种被监视的感觉，仿佛某个眼睛正无声地注视着他，透过那层层阴影窥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你看这些书，怎么都这么陈旧？阿杰拿起一本泛黄的书籍，吹去封面上的尘土，轻轻翻开，书页发出微弱的沙沙声，仿佛一股久远的声音正在穿越时空传来。你不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有点古怪吗？小慧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忽视这座房子的诡异氛围。什么古怪？阿杰看着她，似乎不以为然。这不过是些老书罢了，鬼屋的魅力不就在于它的历史吗？你知道，很多人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这些蛛丝马迹，验证那些灵异故事。然而小慧并没有回应她的男友，她的目光再次转向窗外，那种被监视的感觉变得更加浓烈了。突然她看到窗外的走廊处，那一抹模糊的影像再次出现，一个苍白的面孔缓慢地朝她靠近。小慧猛地转过身，脸色苍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阿杰，她的声音颤抖，你看，楼下有人。阿杰不耐烦地抬起头，却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走廊依然空无一人，只有沉寂的黑暗。他不屑地笑了笑，回过头去继续翻看那本书。别想太多了，可能只是你的错觉。他语气平淡，这房子本身就很压抑，大家都会产生幻觉的。但是小慧并没有放松，她的心跳急剧加速，眼睛紧紧盯着窗外，生怕一转眼那个模糊的人影又会消失不见。就在这时，阿杰的手忽然停住了，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凝重。他抬起头，朝屋顶的角落看去，眼中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你看这上面。阿杰指着屋顶上方的裂缝，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房子似乎在改变，以前的裂缝并没有这么大，墙壁上也好像有新的痕迹出现了。小慧顺着阿杰的指引看去，屋顶裂缝中几乎能看到一个阴影模糊的轮廓，似乎有某种东西藏在那里。她的心脏剧烈跳动，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我们离开吧，阿杰。小慧的声音带着哽咽，我真的不想再待在这里了。阿杰的表情变得复杂，但他显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轻轻叹了口气，走向窗边，将窗帘拉开一条缝隙，看向外面的黑夜。别这么紧张，反正我们只是来看看，不会有事的。然而他话音刚落，一声沉闷的撞击声从屋子深处传来，那声音如此巨大，以至于震得整个屋子一阵颤抖，仿佛是有什么重物突然跌落。
震动了整个空间。阿杰猛地回头，脸色变了，他迈步走向声音的来源，小慧也不敢再停留，紧跟在他后面。两人走到房子的最深处，那里的门被关得紧紧的，门缝中透出一丝微弱的光线，仿佛背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在召唤他们。阿杰伸手握住门把，门上的铁锈发出尖锐的摩擦声，伴随着一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回音。他猛地用力推开门，一股冰冷的气流扑面而来，屋内的景象让两人愣住了。房间中央站着一张破旧的书桌，上面摆满了发黄的纸张和一本封面已完全剥落的书籍，桌子上还摆放着几支破旧的蜡烛，而蜡烛的火焰似乎在无风的情况下依旧摇曳着，悠悠发亮。就在阿杰打算走近时，他发现桌子旁的地板上赫然印着一串深深的脚印，印记深深地压在尘土中，仿佛刚有人经过。可是房间里除了他们两个人，哪里有第二个人的身影？这是什么？阿杰的声音有些不确定。小慧的眼睛突然瞪大，指着桌子上的书本，她的声音几乎被恐惧吞噬。那本书，它里面的文字似乎在动。阿杰下意识地转过头看向书本，书页上密密麻麻的文字似乎在某种力量的驱使下微微扭曲，仿佛在发出某种无声的召唤。就在这时，突然间，书本的封面猛地翻开，露出里面的内容。一张模糊的照片出现在眼前，照片中的人们神情空洞，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其中一个女人的眼睛在照片中似乎不自然地对着阿杰和小慧的方向，空洞的眼神令人毛骨悚然。阿杰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额头上的冷汗已浸湿了他的发丝。这时，房间的灯光突然熄灭，黑暗中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就在他们还未反应过来时，墙角处传来了低沉的声音，仿佛有人在低语，而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黑暗瞬间笼罩了整个房间，突然熄灭的灯光让空气变得更加沉闷和压迫。阿杰和小慧几乎同时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像是被什么东西牢牢地锁住，他们的每一个呼吸都变得沉重，似乎在这片死寂的黑暗中，任何动作都会引来某种未知的灾难。阿杰小慧的声音带着颤抖，几乎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我不想待在这里了，带我走吧。阿杰站在一旁，虽然他的心脏也在剧烈跳动，但他依然努力保持冷静。没事的，我们只是突然遇到点小问题。他的声音低沉而平稳，但眼神里却闪烁着不安。我得查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小慧看着阿杰，一步步走向桌子。他知道阿杰在试图从这座房子里找到一些解释，找到那种能安抚他们内心恐惧的合理解释。然而，内心的直觉告诉他，这一切或许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阿杰站在桌子旁，手指轻轻触摸着那本奇怪的书籍，书页间发出的沙沙声让他愣了一下。他低头看去，书的封面已经完全翻开，露出了书页的内容，一页页满是复杂的符号，字迹像是某种无法理解的古老文字，仿佛是刻意编织出的迷惘，遮掩着一段无法言说的秘密。阿杰的声音有些呆滞，低头仔细查看那些文字。突然，他的眼睛被一张照片吸引了注意。那张照片显得古老而苍白，似乎拍摄的时间已经久远的难以追溯。照片中有一个身穿古装的女人，眉眼间满是忧郁，而她的目光竟然直勾勾地盯着他们两人，仿佛在通过照片传递某种无法言说的讯息。这是谁？阿杰下意识地问。小慧也紧随其后地凑过来，目光定格在那张照片上，眼神一瞬间变得沉重。小慧的心跳再次加速，脑海中浮现出那个阴影的模糊轮廓。她突然觉得这张照片并非只是记录历史的影像，而是某种强烈的暗示。她伸手去触摸照片的边缘，却在那一瞬间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气从手指蔓延开来，仿佛有某种力量从照片中传递过来，像是想要抓住她，将她永远困在这个地方。阿杰他喃喃自语，你不觉得这个女人的眼睛太不正常了吗？阿杰抬起头，正欲回应，但突然房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那股莫名的凉意渐渐加重，空中的空气仿佛变得凝固，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困难。你听见了吗？小慧猛然停住，
盯着房间的角落，眼睛变得有些惊恐。阿杰迅速转身，看向他的视线也变得警觉。随着那股压迫感的增强，房间内竟然开始传来阵阵低语声，低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仿佛从墙壁深处传来。那些声音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似乎在呼唤着他们，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诱惑。我们得离开。小慧的语气变得急切。这些声音不是风，不是幻觉，这里有东西在。阿杰的眉头紧锁，心中的疑虑开始加重，但他却不愿轻易放弃。他走向房间深处，那些低语声似乎越来越清晰，每一声都像是在击开这个房子的神秘面纱。他走到了房间的另一端，那里有一堵裂开的墙，墙内隐约可见一扇破旧的门，门的缝隙中透出微弱的光。阿杰的目光落在这扇门上，他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吸引力，仿佛门后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阿杰，比小慧的声音颤抖，他的身体在不自觉地往后退，几乎无法控制地被一股恐惧的力量压迫。然而阿杰不理会他的警告，他紧紧抓住门把手，用力推开了门。门发出刺耳的嘎吱声，仿佛是从深处传来的呐喊。门后是一间昏暗的密室，里面布满了尘土和蜘蛛网，四周弥漫着腐朽的气息。房间中央放着一个巨大的旧木箱，箱子上锁的铁链早已锈迹斑斑，散发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这是什么？阿杰走进木箱，目光不由自主地停留在铁链的缝隙处，心中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小慧的脚步在后面跟着他，他尽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但那股从木箱中传来的不安情绪让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他的眼睛开始变得模糊，突然间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头晕，几乎站不稳了。阿杰，他紧紧抓住阿杰的手臂，低声道：我们不能再打开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然而阿杰却没有听见他的劝告，他已经用力拉开了锁链，木箱的盖子缓缓地被推开，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响声，箱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张泛黄的纸条，纸条上用苍劲的字体写着几行文字：当你打开这扇门时，命运的轮回已经开始，你将无法逃脱。阿杰猛地愣住，手中的纸条几乎从他手里滑落，回头望向小慧时，他的眼中充满了困惑和恐惧。此时房间的温度骤然下降，墙壁上无数的裂缝开始散发出诡异的红光，仿佛某种暗示已经逐渐变得清晰。小慧意识到房间的空气开始变得异常压迫，似乎有一股力量正试图吞噬他们，推动他们走向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房间内的温度骤然下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冰冷的气息。阿杰的手指轻轻地颤抖，纸条上的字迹在他眼前晃动，仿佛每一个字都在传递着某种可怕的预言。他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意识到自己早已深陷其中，而这座鬼屋似乎并非单纯的建筑，它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将他们一寸寸推向未知的深渊。小慧，我们必须离开。阿杰终于回过神来，声音紧张而急切。然而小慧的表情却异常凝重，她的眼神死死盯着那张纸条，仿佛无法从中移开视线。她的嘴唇微微颤抖，目光空洞。不行，我们不能离开。她的声音低沉的几乎听不见。我们已经进入了她的世界，她不会放我们走的。阿杰瞪大了眼睛，转头看向小慧，愣住了。他从未见过她如此绝望和迷茫的表情，仿佛她完全失去了原本的自我，被这座房子的阴影吞噬了。不可能，别说这种话。阿杰紧握住她的肩膀，尽力想要把她从那股压倒性的恐惧中拉回现实。我们可以走的，只要我们现在走，绝对来得及。然而小慧没有反应，眼神空洞得令人毛骨悚然。她开始轻声喃喃自语：她在等我们，她早已知道我们会来。谁？阿杰愣住了，谁在等我们？但小慧并没有再回答，她的眼睛开始迷离，仿佛进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突然房间的光线再次闪烁了几下，仿佛电流不稳定。接着一阵强烈的低语声在四周回响，声源仿佛来自屋顶深处，像是某种诡异的咒语正在蠕动。阿杰的心脏几乎跳出胸膛，他开始感到一种极端的恐惧，仿佛有某种力量在试图挤压他的呼吸。
他紧张地抓住小慧的手臂，拖拽她走向出口。但此时门突然关闭了，仿佛不再允许他们离开。我们被困住了，阿杰大声喊道。推着门却发现他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牢牢锁住，这座房子根本不允许我们离开。就在此时，一阵低沉的从未听过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那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力量，仿佛穿透了整个房子的结构，从墙壁深处传来，直击他们的内心。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仿佛房子的每一块砖瓦都在震动。小慧突然放开了阿杰的手，猛地向那个声音的方向走去。不，小慧，别去！阿杰惊恐地喊道，不要过去。但是小慧仿佛没有听到，她的步伐越来越快，眼神变得空洞而呆滞，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走向屋子深处。阿杰急忙追上去，但随着他的每一步，屋内的阴影似乎开始吞噬他，墙壁上的裂缝扩展开来，空气中的寒意越来越浓，甚至连时间都似乎变得停滞。他终于追到小慧身边，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力量推倒在地。当他再抬起头时，看到小慧已经站在那扇看似普通的门前，那扇门竟然开始缓缓打开，门后传来了刺耳的风声，像是某种巨大力量在呼唤着他，别进去，小慧！阿杰疯狂地叫喊，但他已经没有回头，只是一步步朝着那个黑暗的出口走去。在他踏入门的那一刻，房间的灯光突然熄灭，整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中。阿杰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腔，他剧烈地喘息着，双手拼命抓住那扇门，但门已经完全关上，无法打开。黑暗笼罩了他，周围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耳边那种越来越近的低语声。那声音中充满了压迫感，仿佛在告诉他，他们的时间已经结束，逃不掉了，你不能逃脱。那声音低沉沙哑，如同地狱的低语，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你们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永远无法离开。阿杰拼命挣扎，但他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沉重，几乎无法动弹，他的视线变得模糊，呼吸越来越急促。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幕令人震惊的画面，房间的墙壁上渐渐浮现出一张模糊的面孔，那张面孔正是刚才那张照片中的女人。她的眼睛变得狰狞而空洞，死死盯着阿杰，仿佛在看着他灵魂的深处。小慧！阿杰惊恐地大喊，但他的声音在空气中消散，仿佛被什么吞噬。突然，他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拉扯力从四面八方袭来，仿佛整个房子在一瞬间崩塌。他的身体被无形的力量拉扯着，迅速向着墙壁深处移动。他回过头看向那扇门，门背后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声，小慧的声音越来越遥远，仿佛已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我在这里，阿杰。随着小慧的声音渐渐消失，阿杰的视线完全模糊了，身体彻底被吞噬在黑暗之中。黑暗逐渐弥漫，似乎将整个房子都吞噬了。阿杰再也无法辨认周围的环境，他的身体被无形的力量紧紧禁锢，无法动弹，每次呼吸都变得沉重，仿佛有某种看不见的压迫感压在他的胸口。虽然他的视线越来越模糊，但他依然能感觉到自己正被拉向某个深渊，那个让他几乎无法抗拒的地方。就在他几乎无法承受的瞬间，一道微弱的光从远处透射进来，像是某种希望的象征。那光线在黑暗中轻轻摇曳，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阿杰不由自主地伸出手，试图抓住这最后的一丝光明。然而他的手指刚刚触及到那束光，突然间他的身体不再被那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瞬间他的意识似乎被扯回了现实，房间中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清晰。他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地板上，四周一片安静。他喘息着，急促的呼吸填满了整个房间，似乎刚刚经历了什么极其恐怖的梦境。空气依旧沉闷，四周没有人影，小慧已经不见了，而他自己也仿佛从那股强大的恐怖力量中解脱出来。我没事吧？阿杰低声自语，环顾四周，发现自己依旧处于鬼屋的大厅，那张破旧的木桌依然摆在那里，书籍散落一地。屋内的阴暗气息并没有因他的清醒而消失，相反，空气中那股古老而冰冷的力量更加浓烈了。他站起身，
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迟缓和笨拙。阿杰的脚步犹豫着，但他深知，无论如何，他都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他走向大门，推开那扇曾经困住他的门，走出了那座鬼屋。外面的世界仿佛一切都如常，夜空没有任何异样的星光，街道依旧寂静，偶尔有车辆经过，但阿杰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他抬头望向远处的山脉，阴云笼罩的夜空仿佛一片苍白的幕布，隐藏着某种无法言喻的东西。鬼屋的背影在他眼中逐渐消失，然而他的内心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的宁静。我们逃出来了，但这一切真的结束了吗？这个念头一直盘旋在阿杰的心头。尽管他从鬼屋走出来，似乎摆脱了那个地方的诅咒，但他始终没有从心底抹去那股恐惧。那个声音，那个女人的眼睛，那张无法解释的照片，这一切是否只是他的幻觉，还是那座房子确实留下了某种东西，依然在默默地等着他们的回归？他没有回头看鬼屋，只是默默走着，每走一步，心底的沉重感愈发强烈。突然，一阵风刮过，阿杰的衣服随风轻轻摆动，仿佛有某种声音在耳边低语，像是被遗忘的幽灵悄悄从他身后靠近。你永远无法逃脱。这个声音无形地撞入了他的脑海，似乎每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并非真的逃离了什么。阿杰停下了脚步，深深吸了一口气。此刻，他明白了，逃离鬼屋并不意味着摆脱它。不论我们身处何方，鬼屋已经成了我们的宿命。他知道，这个诅咒已经成为一部分他生命的一部分。不论他怎样试图忘记，他依然如影随形。那个地方和那段经历将永远萦绕在他的心头，成为无法割舍的阴影。阿杰缓缓抬起头，望向遥远的天际。虽然他感到一丝宁静，但心中的恐惧却不曾完全消退。他的目光穿越黑夜，仿佛看见那座鬼屋再次浮现在眼前。他依旧屹立在远处，笼罩在无尽的黑暗中，等待着下一个闯入者。